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昨天晚间，美股道琼斯工业指数最终的上涨幅度仅有0.15%，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道琼斯工业指数在高位形成了一个震荡的走势。那么截止目前呢，我们仍然处在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过程当中。其中美股走完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呢，突破了34000点的位于等位置波峰的这个位置，符合了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那么目前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呢，处在一个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沙僧阳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啊，因此呢，道指在沙僧阳线的这个势力范围呢，开始了它的横盘震荡的走势。那么正常来说呢，道指的上涨会有一定的吸血作用。我们看到了比特币持续的从32000点附近开始一路调整过来。那么道指的横盘震荡呢，将会对整个金融市场包括币圈带来一定的资金回流。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在前天的行情当中，也就是8月8日的这一天，看到了一个反弹行情。那么目前这个反弹行情呢，正在继续，但是我们看到了3根阴线做的调整。为什么说反弹行情还在继续的过程当中会有这3根阴线呢？因为阳线是在8月8日出现的，这根阳线呢叫做悟空阳线。悟空阳线后面3根阴线的调整呢，我们认为是悟空阳线遇到的干扰性的 K 线。在 K 线西游战法这部分啊，也就是说西游战法这第一部分啊，我们提到了啊，这个干扰性的 K 线呢，也叫妖怪 K 线啊，干扰了我们对行情多头趋势的判断。那么截止什么位置这个干扰性 K 线算结束呢？我们认为是8月8日悟空阳线的开盘价，如果这个位置29200美金啊，这个位置被跌破的话，那么悟空阳线宣告反弹失败。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29394啊，目前的点位是悟空阳线依旧在日线级别上存活，证明着上方仍然有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目前我们还是正在遇到的是一个调整的过程。那么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啊，这里出现了一个突破性的动作。这里的突破性动作呢，分别突破了由波峰连线连过来位于29400美金的一个压力位，同时呢，也在4小时的这个级别上成功站上了144均线和169均线啊。当然了，目前是处在一个回踩的一个趋势当中。那么回踩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29200美金这个位置上也是一个重要的支撑。这条支撑线呢，是由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因此呢，只要不在4小时以上的级别上发生跌破的话，那么目前仍然处在一个弱势的上涨行情当中。同时，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这里就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6月19日走出悟空周线级别的阳线之后，上方是有周线级别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预期的。但是呢，周线级别我们目前经历了连续7周的调整过程。这里连续7周的调整过程呢，我们仍然认为是周线级别的干扰性的 K 线，也叫周线级别悟空阳线遇到的妖怪 K 线。那么只要不跌破26000美金啊，26200美金这个周线级别悟空阳线的开盘价啊，那么证明在周线级别上仍然存在着周线级别的这个时间级别的多头趋势。那么这里的多头趋势，我认为是1月份比特币上涨行情的一个延续。那么在1月到4月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也就是第一季度多一点的这样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在这个位置上出现。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周线级别6月19日的悟空阳线之后，那上方就有可能做出一个平行的结构，同1到4月份的上涨发生一个平行结构的上涨那么调整过程4月中旬到6月中旬的调整，可能就会和6月底到8月底的这个调整过程相互平行。那么在行情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平行结构。那么因为比特币处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多空实时的数据今天显示多头趋势在4小时级别的币种截止目前就有3个分别是 DJB、PRA、MBL 这几个币种大家都不太熟悉，所以呢多头趋势的币种几乎为零。在这种情况下呢，大部分币种都处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其中深度调整4L级别空头趋势，我们看到下方出现了特别多的币种，证明整个山寨币市场都处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
但是呢，我们也通过币安的实时的这个排行榜看到了 LPT 出现在我们多头榜一的位置上。那它的这样的结构呢，我们看到就是容易发生一日游行情的结构。我们看到本轮行情当中，8月7日出现一个上涨之后，3根阴线打下来，让追涨的几乎全军覆没之后然后今天再次发动了启动信号。那么我们这里面就要看它的第一轮上涨过程是怎样进行的。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可以看到几根第一轮行情几根插针的阳线传了上去。这种情况我们无法分析，就要把时间级别降到小时线级别。在小时线级别这里，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它的上涨过程是一轮小时线级别上涨吸油。小时线级别上涨吸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上涨信号，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最终的唐僧阳线。一轮小时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做了15分钟级别调整，然后做了一个平行结构的上涨过程，然后就开始进行了一个回调。回调过程当中，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可以看到它的下跌过程是一轮4小时级别的下跌吸油，分别由悟空阴线组、八戒阴线组、沙僧震荡阴线组和最终的唐僧阴线组构成。那么它的一个上涨和下跌过程就构成了一个小时线级别的快速拉升和4小时级别的缓慢上涨。这样的结构当中容易让大家去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去进行追高所以呢，这也是超级主力除了对称性时间级别上涨下跌之外的另一种操盘方式，就是急涨缓跌。那么第一轮它的上涨下跌过程我们分析完毕之后，把时间级别切到小线级别，重新来看当前行情这一轮的一个上涨过程。那么这一轮的上涨过程我们也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它是由一个新的悟空阳线，这根悟空阳线呢是在8月11日今天中午出现的。悟空阳线出现之后这里是小线级别的悟空阳线，然后走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唐僧阳线代表着小线级别上涨吸油完毕。那么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和第一轮上涨结构完全类似的一个上涨之后呢，我们就要在当前的这个位置上如果想进场的话，当前的这个位置上耐心等待，等待什么呢？因为行情当中非常容易出现这种平行结构我们看到第一轮上涨和第二轮上涨出现了一个相互平行的结构，那么我们就要耐心等待它可能会发生的这个4小时级别的下跌吸油。把时间级别切到4小时级别，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4小时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第一轮下跌调整结束。那么行情有可能发生这样的重复过程，因此呢，耐心等待到4小时级别回调，回调到什么位置呢？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小时线调到小时线级别这个位置上之后你看我们分析行情总是这样来回切换时间级别，这种分析方式呢，能够做到什么呢？能够做到把我们的思维模式升维到一个3维的空间，因为我们看到时间和价格是一个2维的平面是一个2维的空间，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时间级别这个参数来让我们升维去分析问题，降维打击2维平面的一个结构这样能更好的找到合理的进场的逻辑。那么涨到这个位置上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前高在这个位置，所以不宜去追高。那么等位置的一个2个波峰出现之后，我们就可以耐心等待它4小时级别调整到什么位置呢？我们可以看小时线级别这里面它的一个最重要的支撑就是在小时线级别1440均线和169均线这个位置上事实上得到了这样的支撑，因此呢，这2根均线就成为我们进场的一个依据。所以呢，耐心等待它做一个小时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的4小时级别调整然后才是一个可以进场的一个位置。那么对于榜一大哥 LPT 来说今天它走势非常强劲，但是呢目前为止山寨币很多币种出现一日游行情因此要耐心等待它做一个4小时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回踩的动作之后才是可以进场的点位那么就这一点而言，也是符合了我们 K 线吸油战法当中位置、仓位、止损方向的一个控制。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